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当你站上爱的高处，眼里充满着光亮。回去好好反省。将离开山岗，叫你背公式背公式，你都背到哪里去了？告诉我，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不要迷失方向。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当我走向新的旅程，满心感恩不能忘。我终将张开翅膀，飞向更宽阔的远方。成长路不管多难，爱是我的行囊。喂，妈，uncle 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为什么一整个晚上没有回家？你跑去哪里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 ？uncle 说你已经晚归很多次了。你不要听 uncle 在那边穷紧张啦。我昨天只是去同学家玩，没有去哪里啊。而且我有跟他说啊，是他记性不好忘了。那你怎么不打个电话给他，让他安心呢？有啊，我有打，可是电话打不通。昨天是我同学他爸妈出国，他一个人在家会害怕，所以邀请我们留下来陪他。难道我们这样做也有错吗？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课？学校都传真旷课通知来了，你是不是都没有在念书，只顾着交朋友跟玩乐啊？我哪有啊？是语言学校课程太无聊太简单了，我都已经会啦，为什么还要坐在教室里面浪费时间？而且我还自己去图书馆看书找资料，老师说我自动自发有进步哎，我怎么知道这样也要算旷课？没有去上课就是错，你哪来那么多理由啊？不管课再怎么无聊，你还是要去上啊，这样你才可以继续在澳洲念高中跟大学。难道你想要被退学然后送回台湾吗？好啦，我知道了。你要用功一点，努力念书，你不要让爸妈担心嘛。嗯。妈，我生活费不够用了，你汇钱过来给我好不好？我不是才把1年的学杂费跟生活费都汇到你澳洲的户头，你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呢？我没有全部用完，我学杂费都没有动啊。你确定你没有乱花钱乱买东西？当然没有啊，妈，是这里的生活物价比较高，而且我又在外面吃饭，有时候朋友请我们吃东西，也该回请人家一下吧。反正我生活费不够用了啦。好啦好啦，我会再汇钱过去，你要省着点用啊。嗯，好，我知道了。妈，那我要去念书喽。拜拜。请问你是？我是陈佩玲的妈妈。我女儿和姚若禾是在澳洲的寄宿家庭，住在同一间寝室。哦，你好，你好。你这个名师是怎么教女儿的？可不可以请你管好你女儿？若禾，她怎么了？做错什么事了吗？她带坏我女儿哎！佩玲本来很乖巧，自从跟姚若禾住在同一个寝室，就跟着她翘课晚归，连在澳洲留学的学费都花光了。我不知道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
你女儿做出这种事情来，你竟然放任不管。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请姚若河离我女儿远一点，不要再带坏她了。娃娃才到澳洲3个月，居然就把1年的学费花光了。原本我心里以为娃娃的一切就要开始好转，没想到他的行为比起在台湾更是变本加厉。拜拜。加上这个时候爸又做化疗，每个礼拜凯琳一边忙着工作，一边要照顾爸，看着他焦头烂额的样子，我实在很心疼，也不敢跟他讨论关于娃娃的事情。我只能暂时隐瞒实情，自己应付娃娃层出不穷的状况。但是娃娃的状况却越来越糟，让我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害怕在夜里听到传真机的声音。我开始怀疑，送他去澳洲念书，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喂 Hello, this is Miss Robinson calling from Australia. I'm Gloria's tutor in language school. May I please speak with Gloria's parents? Yes, I'm Miss Fang, Gloria's mom. Miss Fang, I'd like to discuss Gloria's behavior at school with you.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I believe you received several notices regarding her skipping school. Although we've been warning her not to cut class, she just doesn't care. Apart from that, her attitude in class is horrible. She's rude to her teachers and her classmates. Moreover, we've caught her smoking in school. I hope you know that this behavior is absurd and totally unacceptable. Miss Robinson, I'm very sorry to hear that, and apologize all the troubles that Gloria's met. I do hope you can talk to her and try to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her behavior. Yes, I will. Thank you for your calling.又胃痛啊！医生不是交代过你情绪不能太过紧张吗？又为了什么事生气啊？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又要到医院去照顾爸。可是娃娃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娃娃怎么了？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是不是要赶快去澳洲一趟呢？现在去澳洲能做什么？
你们母女俩见面一定没好话。我是担心你跟娃娃起冲突。所以你的意思是，继续放任他这样下去，连我都不要管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是不是你太紧张了？我知道娃娃不在你身边，难免会担心。但是我在想，娃娃的状况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在说什么？都已经这样了，还不严重？娃娃毕竟还是个孩子，外面的世界这么新奇，难怪他会爱玩，没有心思念书。但是你想，哪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不叛逆啊？你就再给他一点时间适应适应吧。谁说青春期的孩子就会这样？你疼女儿也不能帮她找这种借口嘛。我班上的学生就没有人这样啊。别人的女儿可以，可是我方美伦的女儿绝对不行。好了，不要生气了。既然你这么不放心，那我干脆把娃娃接回来台湾算了。这样你看得到也管得到。你要娃娃现在回来台湾，她能念什么学校呢？还是要她先去补习，然后再重考高中？娃娃的程度这么差，她根本考不上什么好学校。但是总比你每天担心她好吧？我先把娃娃接回来，以后要念什么学校再说。就算她高中毕业真的念不上去也没有关系，我们先让她出去工作。反正女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嫁人。学历怎么不重要？要有好的学历才能找到好的工作嘛。就算将来要嫁人，你也要念到一定的学历，才可以找到好对象啊。那你到底想要怎么办？要你不要担心，你又做不到；要娃娃回来，你又说不行。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最近我在想，是不是要帮娃娃换个环境？会不会是因为他在那里，周遭的诱惑太多了，或是交了什么不爱念书的朋友，所以娃娃变得贪玩？如果换个环境，也许会改善一点。你是说要帮娃娃办转学？如果娃娃在澳洲的状况越来越糟，就算我们要把他安排到别的国家去念书，我还是得送他去啊。喂，请稍等一下，方老师电话。哦，谢谢。喂，我是什么？怎么可能呢？好，我知道，我会再打电话去澳洲确认。谢谢你。国丽啊，你妈要打电话找你。谢谢。对。妈，娃娃，你在澳洲是怎么花钱的？刚银行打给我说你澳洲的账户钱都被领完了。我不是给了你1年的生活费吗？你怎么几个月就用完了呢？我就跟你说这里花费很高啊。我不过就是买几件衣服，这样也叫乱花吗？如果你不愿意花钱，你当初为什么要送我出国来念书？你现在在说什么话？你知不知道我为你付出多少心血？你出国的学费，我还是标会跟卖房子来的。你以为这些钱来得很容易吗？喂，娃娃。
曾先生，不好意思，麻烦你请 Gloria 听一下电话。干嘛啦？我问你，你每天都在做什么？为什么昨天没有去上课？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吗？我不过就是几堂课没有去，有这么严重吗？你有必要这么凶吗？你做错事还说我凶？你本来就很凶，好不好？我就是讨厌你这样理直气壮的骂人。姚若恒，曾先生，不好意思，请你再请 Gloria 听一下电话。好，你等一下啊。Gloria，你妈妈又打电话来了。你跟她说我睡了，我不想听。Gloria。姚太太，她好像睡了。好，谢谢。恁这个查某囝顶世人无积德，恁是小欠债，所以这世人才来做母仔囝。我建议你啊，会当替恁查某囝写一寡破门篇回函予伊，安尼恁查某囝较会听话，嘛较乖巧，自然啊，伊就会好好读册啊。慈悲的菩萨，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我对这个女儿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求求你帮帮我好吗？你还好吗？怎么才一阵子不见，看起来更憔悴啊？上次看医生之后，你不是说什么甲状腺亢进和胃痛的情况比较好吗？但是啊，我最近情绪又开始很烦躁，一直都静不下来。我公公被诊断出得了肾脏癌，现在都还住在医院里做化疗，所以我只要没课的时候就要往医院跑。凯琳也是，她工作很忙，但是也常常这样南北奔波。你们两个这样南北跑，当然会比较辛苦啊。其实这些都还好，最重要的是陪我公婆走过这一段。其实，现在最让我心烦的还是若何。若何？你上次不是在电话里面有说他在澳洲的适应情况还不错，比起在台湾，你比较放心，不是吗？
我本来也以为他很好啊，但是最近啊，他开始越来越过分了，不但乱花钱，还翘课。我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很怕我家的传真机或是电话又响起，老师问我若何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又闯了什么祸。那你有没有跟他好好谈？我有啊，我都有跟他讲。可是他就是一直编理由，有时候我明明知道他在说谎，但是我只要一骂他，他就挂我电话。我真的是完全没辙了。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这样到处拜拜能解决吗？我前几天有听到慈济的广播，有一个师姐她在分享跟她孩子之间的亲子问题。好像每一个礼拜六都有演讲哎，上个礼拜就是讨论亲子关系。唉，我现在对那些什么演讲的根本就没有兴趣。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你没有去听过怎么会知道嘞？你去听了，说不定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一些启发啊。有空去听听看，好不好？喂，姚太太，我真的很抱歉，今天白天学校叫我去了一趟，让我注意郭瑞亚上课的情况。说实在，我真的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我没办法让她住在我这儿了。我负不起这么重的责任啊。姚太太，你听到我说的话吗？姚太太。师姐，你好，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听演讲吗？不好意思哦，我以为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亲子关系的，不过我看海报上好像不是这么写。今天的主题是国小近思语的教学分享，虽然不是谈亲子关系，但是你既然来了，就不妨进来听听看吧。演讲马上要开始了，欢迎你进来听听看。欢迎欢迎。在小学加入近似语教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从小能够在孩子的心目中培养善根。上个礼拜，我班上有个妈妈来跟我哭诉，说她的孩子的功课怎么念都不进步，她每天陪小孩子读书。结果，小孩子的功课不但退步，而且还怨恨他，逼得太紧。现在孩子逃学了，亲子关系也变得非常的差。开门啊！姚若和，你给我开门，听到没有？我不要开门！我不想补习，我以后也不要上楼补习了。我不想要念书，你不要再逼我念书了。我说我跟同学去逛街，怎样？不行啊！姚若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反正你只在乎成绩，
我考不好就是坏小孩。既然我是坏小孩，我就坏给你看。身为母亲的都会认为自己是为了小孩子好，所以当然讲话自然就会理直气壮，认为成绩不好就要以父母的威权来打骂，结果让彼此的亲子关系变得很差。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你还敢说不知道？叫你背公式，你都背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对孩子的态度，用理直气和而不是用理直气壮，那么亲子关系才有办法变得和谐。说到这里，我也想请问台下的各位，你们对孩子是用理直气壮呢，还是用理直气和？理直气和。你做错事还说我凶，我就是讨厌你这样理直气壮的骂人。非常好哈。师姐，你要回去了吗？请问你是国小老师吗？哦，不是，我是国中老师，我叫方美伦。师姐，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你，刚刚吴老师说那本静思语的书，我应该要去哪里才买得到啊？你对师父的话也有兴趣啊？在大一点的书局都可以买得到。啊，不好意思，我有事我先忙了，欢迎你下次再来，我可以找机会跟你分享静思语对我的影响哦。阿弥陀佛，谢谢你们。父母过分爱子女的心，会反射成子女的烦恼。对子女要放心，他们才能安心。中国文字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不知道。方老师是学校的名师，他对你期望很高，不要让你妈妈失望。去站到后面去，好好反省一下。做父母的只能尽养育之责，而无法要求子女依照父母给他的模式成长。娃娃，今天开始，妈妈陪你一起念书、做功课。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我每天陪你一起念书，你的成绩还不进步。你这是什么理由？我告诉你哦。你今天没有把这些背起来，你休想给我上床睡觉。还有，我警告你，月考快到了，你每一科至少都要考90分，少1分我就打一下。上好，你有没有背啊？背的都不会吗？反正你只在乎成绩，我考不好就是坏小孩。我再说一次，你不要再打我了。妈根本就不了解我。他是那种从小功课就很好的人，他不会懂我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不知道为什么，静思语里的字字句句，就好像是对照着我和娃娃相处的过往。我开始自问，过去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太以自我为中心？却忘了尊重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你有心事吼？无啦，哪有？佮讲无，今仔看你安尼细心细心。我只是咧想讲哦，我是毋是需要改变我家己啊？啊，你哪会安尼想？结婚了后，我拢真惯势替厝内底人做决定啦。毋管因是要食啥，还是穿啥，我拢替因想好啊。啊，毋过我拢无想到，家己安尼做，其实是无尊重到别人的。你自细汉吼，都拢有家己的主张啦。会甲厝里斗3工，佮会照顾妹姨甲阿姨啊。你结婚了后吼，凯琳无伫咧厝内啦。啊，遐囡仔大细汉吼，拢你伫发乐。时间一个久吼，啊，厝内的代志吼，拢你做主甲决定啦。是讲迄嘛无啥啦，咱吼着茫伤强势，啊无吼，凯琳甲遐囡仔吼，着袂听你的意见。啊，因心内吼，若甲咱无共的想法吼，嘛袂甲你讲啦。安尼哦，着无法度通沟通，会愈来愈疏远。你会当反省哦，还佫有机会啦。你巧巧啊，知影要安怎做。回来啦，爸今天还好吗？不错啊，医生说爸化疗的结果很好，说不定下个礼拜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是吗？那太好了。哎，这几天你都要看这本书，这什么书？你看得那么认真啊？我觉得啊，这本静思语的每一句话，都好像在对我说一样。今天我去看妈，妈也跟我说了一些话，让我开始思考我跟娃娃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对娃娃都太过于理直气壮？如果我可以做到理直气和一点，这样是不是会有改善？我是不知道什么理直气和的大道理了。不过娃娃个性从小就很硬，你们母女两个硬碰硬的结果往往都不是太好。如果有一方的态度稍微软化下来，说不定你们的关系会改善的。你之前不是说要让娃娃换一个学习的环境吗？我有一个朋友啊，移民到英国，他推荐了几间不错的学校。如果来得及的话，说不定可以赶上下个学期的开学哦。你先看一下，看看哪一间比较适合娃娃。嘿，这个学校我知道哎，以前我教过一个学生，现在就在这里念书。他妈妈跟我说啊，这个学校是在英国南部的乡下，学生的人数也不太多。我朋友也说这间学校不错哎，环境很单纯，然后生活管理上面也很严格。如果你不放心娃娃在澳洲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到这里念书啊，他应该可以把语言学好。好，那我来打电话问一下其他的细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把娃娃转到这里。只是钱的部分，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我现在的薪水啊，光是负担家用跟爸的医疗费就差不多了。如果我们要送娃娃到英国留学，费用会比现在在澳洲贵很多。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会尽量想办法。重要的是要对娃娃有帮助，这些该花的还是得花。我比较担心的是要怎么跟娃娃说啊？如果我们跟他说已经帮他办好转学，他一定不肯乖乖回来的。
爸之前住院不是一直说很想娃娃吗？那我们就跟他说爷爷住院很想他，要他回来一趟，这样不就好了吗？我们就先看看学校吧，如果学校真的不错，我们再叫娃娃回来，然后再慢慢说服他转学的事。哎，等一下看到娃娃，先不要骂他旷课的事哦。我还以为你会先责骂他嘞，你怎么突然这么说？我是在想，这次娃娃回来，我想要换个方式对他，看看能不能改善我跟他的关系。所以啊，今天我发脾气的时候，麻烦你要提醒我哦。我会尽量提醒你的，只是你确定你真的做得到吗？妈，你看那是姐吗？怎么变成这样？怎么样？你姐变比较漂亮了吧？什么变漂亮？你看你的样子，怎么样？我穿这样不好看吗？你妈不是说你这样不好，只是看不习惯。我觉得你穿这样太成熟了。会吗？是你们不懂好不好？我同学都是这样穿的，在那边不这样穿会被叫老土的。小明，拿行李，我要赶快回去看爷爷了。好了，娃娃刚回来，不要给她脸色看嘛。而且女孩子爱打扮，很正常的啊，你不要那么严格嘛。爷爷啊，你怎么变这么瘦啊？没有吃饭怎么对抗病魔呢？是不是我不在家都没有人逼你吃饭啊？那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陪你一起吃饭，好吗？哎呦，娃娃懂事了，会关心爷爷的身体了。我也关心奶奶啊。上次打电话回来，你不是说你肩膀很酸吗？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啦？我来帮你按一下。妈妈好像很开心哦。是啊，爸自从生病以来，今天笑容最多了。娃娃这次回来，懂得体贴爷爷奶奶，一家总算有点成长。那爸妈没有念娃娃的穿着打扮吗？他没说什么啦，就小孩子爱打扮嘛，你就不要想太多了。小明，上楼叫姐姐下来吃饭。可是他刚出门嘞。啊？要吃饭了还出门？他有说去哪里吗？他说他不回来吃中饭了，他好像约了他的国中同学见面。这孩子怎么才刚回来，一家人都还没一起吃饭就给我出门？好了啦，你刚刚在机场不是还说要改变对娃娃的态度吗？小明，去请爷爷奶奶来吃饭。哦。好香好香！哎，这个好漂
每天都有参加不完的聚会哦。啊，是啊，这么多聚会可以参加吗？那功课不会很重吗？平常功课应该很多吧？我觉得还好哎，还蛮轻松的，而且有一些课好无聊，我就会不想去。我不想去的时候，我就不去了。啊，好好哦，还可以不去上课哦。我觉得是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被逼得太紧了，所以我一出国以后就很想要自由，而且我爸妈不在我身边呐，所以我想要干嘛就干嘛，他们根本都管不到我。我仔细想想，我留在台湾，他们看我那么讨厌，尤其是我妈，说不定我不在的时候，她也比较轻松了。那你在那里有交到很多好朋友吧？当然有啊，可是交朋友这种事情就是互相的，所以有时候就要互相请客吃饭什么的。不能太小气，不然就会被排挤。那你怎么会有钱请客？你爸妈给你很多生活费吗？没有很多啊，不过我要用多少就有多少。是哦，怎么这么好啊？那如果你用光的话，你妈不会骂你吗？她要骂就给她骂啊，反正她骂我，我就当作是耳边风。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妈就是这么古板的人。我心里在想什么，她根本就不会知道。哦，真羡慕你哎，哪像我们只能留在台湾痛苦的念书。哎，我还以为你去了国外就会忘记我们，没想到回来还知道打电话找我们出来啊。拜托，我虽然交了不少朋友，可是你们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哎，我等一下请你们看电影吃饭怎么样？好啊，好啊，好啊。若何，国外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啊？你是猪哦，只会吃，有什么好玩的啦？好玩的，我觉得参加 party。我还没回来。现在几点了？娃娃，你出去也不讲一声，要晚回来也不打电话，我是这样教你的吗？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念我，有那么严重吗？我现在不就回来了？你怎么？好好。你不是才说过要改变对他的态度吗？是这样改变的哦。好了，早点休息。你要出去啊？我出去一下，晚点就回来了。你去哪里呀？娃娃这次回来，每天不是忙着出去和朋友吃饭、玩乐，就是窝在家里打国际长途电话聊天。为了想改变对他的态度，我总是忍着不发脾气，但他的言行举止却一再地考验着我对他的耐心，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不够再跟奶奶讲啊。谢谢奶奶。乖。娃娃，你为什么要跟奶奶要钱？妈妈昨天不是才给你零用钱吗？妈，你不要那么爱管好不好啊？我难得还，你就要这样对我大小声吗？如果没事，我要先走了。娃娃，如果晚回来，记得打个电话。还有下雨了，带把伞哦。
的花朵，雨是落下的河，花是大地的女儿，你是我的困惑。雨是褪色的烟火，雨是天空在泪流，花是无言的情歌，你是我的沉默。一样的雨，一样的雨，一样的花朵，结不一样的果。一样的你，一样的我，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规则。我知道，我想说，我